这一次我们要织的是别色起针，别色起针的螺纹，它织的方法简单，但是它织出来的效果跟机械起针法完全一样。那我们先学别色起针，这一个起针新手一定要学会跟钩针的，这是第二个起针方式。一开始这种起针的时候，我们要准备一条这种流苏的线。我们这种流苏线，也就是中国结的吊饰下面的那种流苏的绳子。好，我们这种绳子拿来的之后，在手上先绕好，跟前面一样，小指头从正面这边绕到背面，绕上来，再从中指跟食指之间绕过来，然后中指跟大拇指捏着。我们用的钩针同样就是6号钩针 3.5 mm 的。我们起针，我们起20针好了，但我们钩的锁针绳子只要它的一半，也就是10针。然后我们从这个地方开始，线往前推，转一圈，钩一针出来。但是一定要钩了超过10针，我们钩15针好了。这边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，然后把线抽出来。好，整个抽出来。抽出来了之后，我们可以看到，我们这一条钩好的锁针绳子，一面是平的，一面是凸的。好，平的是这种样子的，凸的这边有一个凸的，一个凸的，凸起来的。我们挑针要挑凸的这一面。我们线拿过来，我用的同样是8号棒针，也就是4.5 mm 的，示范给大家看。我们挑针的时候，记得第一针我们不要挑，我们挑第二针，因为第一针会比较紧，不好挑。我们从第二针开始挑起，整个凸的那个针目给它挑起来，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缝缝，从这个洞里面挑进去，棒针戳进去之后，线挑出来，这样就一针了。然后再到隔壁找隔壁的这一个凸的这个地方。挑第二针，再挑这边3针，然后再挑针4针，再挑针5针，再挑针6针。7针、8针、9针、10针。好，我们起针就起10针，待会还要再做第二次挑针，才会变成我们要的20针。然后接着到背面这边。好，我们从这边开始织起。我们这边看到这边有一个这种的黄色的横线，我们这边就织上针，记得养成习惯，第一针跟最后一针都要织。好，这边上针，我们总共要织4行，这一面织上针，到另外背面那一边我们要织下针，那一面才是正面的。好，我们这边织上针，然后我们翻到这一面来，这一面可以看到我们这边是下针，我们就照织下针。我们要织4行，4行织完之后，我们再来挑第二次挑针，这边就织下针了，背面织上针，织就是这种方式织，总共要4行。我们这边4行已经织完了，我们这边4行包括我们第1行的挑针在内，可以看到这边1、2、3、4行。然后接着我们要做第二次的挑针，我们第二次的挑针方式是把第一针织掉，线绕到正面，翻到背面来，
可以看到我们刚刚这边别色线旁边这边有一条横的绿色线，看到没有？就是这一根线，我拿上来给大家看清楚一点。这边绿色线这一条，然后把它放到棒针上，棒针从后面往前面戳针，织上针，线绕到背面，然后织棒针上的一针下针，线绕回正面。刚刚我们挑针是这一针，现在到后面的这一针绿色的，到后面这一针绿色的，把这一针绿色的挑起来，放到棒针上，然后织一针上针，线绕到背面，下针，线绕回正面。刚刚挑这一针，现在挑这一针了，这一针绿色的，挑起来放到棒针上，织上针，线绕到背面，下针，线绕回正面。刚刚这一针，现在到隔壁这一针，呢，同样把它挑起来，放到棒针上，织一针上针，线绕到背面，下针，线绕回正面。这一针织完了之后，到隔壁这一针，同样这一针放到棒针上，织上针，线绕到背面，下针，线绕回来，翻到背面，再到隔壁这一针，放到棒针上，织一针上针，线绕到背面，下针，线绕回正面。刚刚织这一针到隔壁这一针，可以看到挑起来，织上针，线绕到背面，下针，线绕回来，然后接着到隔壁这一针，可以看到，好，同样上针，线绕到背面，下针，线绕回来，可以看到这边的这一针，挑起来，上针，线绕到背面，下针，这边还有一针，最后的在边上的这个地方可以看到，我们这一针这边的织片的时候就要注意到是这一针，因为它旁边没有支撑的地方，所以它会变成直的。好，从这边挑起来，我线要绕回正面，线要绕回正面，然后挑起来了之后，把这一针织掉。织完了之后，可以看到我们这边边已经圆了。接着我们要把这一条别色线拆掉。我们这边线长的位置是收尾的地方，可以看到这边线长的地方，我们把线拨开，把线拉掉，拉开了之后，从这一边起头的这边抽出来，它就会变成机械起针了。然后接下来从第一针开始，我们就一针下针，一针上针的编织，下针，先绕到正面，上针，然后再下针，再来上针。我们就用这种一针下针，一针放上针的方式编织，编织一小段。我编织一小段之后，我再示范这边收尾给大家看。螺纹这边我已经织了一小段了，然后我接着要把这边用缝合的方式把它缝合的跟这一边一样，成为圆形的。然后我们要先预留这边的线，大概留1根半的棒针就够了。好，到这边我把线剪断掉，好，缝毛一针穿上，然后接着我们就要来缝合。这个地方我自己因为要想先教大家缝合的方式，之前这个地方应该要再做2行，就是下针织，上针不织。碰到下针我们是上针不织，
然后我下一个做圆形的时候，我再做给大家看好了。这边我就偷懒了，然后这边第一针下针缝合的时候，我们缝毛一针从后面这个地方后面穿往前面，然后把它拉平，然后接着上针是这一针，这一针我们从前面往后面穿针，然后把它拉平。接着我们要找的是这边的下针，这边下针我们找前面这个下针，前面这边半针，后面的这个半针，我们就是前面往后面穿针，后面往前面穿针，拉平，然后接着这一针上针，上针就是后面往前面穿针，前面往后面穿针，同样把它拉平，然后接着下针。这一针下针跟这一针下针缝合在一起，所以是前面往后面穿针，后面往前面穿针，拉平，然后接着上针就是后面往前面穿针，这一针上针我们是前面往后面穿针，然后拉平，可以看到这边已经圆了，然后接着下针前面往后面穿针，后面往前面穿针，同样把它拉平，然后上针这一针，我们找前面的上针这一针，就是后面往前面穿针，前面往后面穿针，同样拉平，然后接着这边的下针要跟这边的下针缝在一起，前面往后面穿针，后面往前面穿针，然后拉平，然后接着上针就是后面往前面穿针，前面往后面穿针，拉平，然后接着下针，找前面的下针，前往后，后往前的穿针方式，接着上针，后往前，前往后，拉平，然后接着下针，前往后，后往前，拉平，上针，后往前，前往后，同样拉平，然后下针，前往后，后往前，拉平，接着上针，后往前，前往后，拉平，然后接着下针，前往后，后往前，拉平，然后接着上针，后往前，前往后，拉平，然后接着下针，前往后，后往前，然后拉平，接着上针，后往前，前往后，然后拉平，接着这边是上针，这边是下针，我们这边下针前往后，然后接着上针后往前。好，我们这一整行就缝完了。我给大家看它缝完的样子。缝完之后同样会是圆的，但是感觉起来比较单薄，它也是可以使用的。然后这边可以看到就比较厚实了。接下来我们织圆形的，圆形的话我会再让它看织的时候，我会再多织2行，就是下针织，上针不织，让大家比较一下。有织最后的2行下针织上针不织的时候，它的那个饱满程度。好，我们接下来我们做圆形的织法。接着我们要织的是圆形的别色起针方式，同样是一针下针一针上针的螺纹针。我们同样要起针，要准备一条这种别色线。我们这边线拿过来，在手上先绕好。我们起针起60针好了，但是我们别色线的话，我们要先钩一条别色线绳子，要钩的是大于30针，也就是60针的1半。我们线拿过来之后，钩针从后往前推，转一圈，钩一针锁针出来，
然后接着钩35针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、27、28、29、30、31、32、33、34、35。好，我们把绳子抽出来。好，这边我们把它绕好了之后固定起来，免得太长了，在这个地方反而不好操作。好，我们35针这边锁针绳子勾出来了之后，我们准备4根棒针。我准备的同样是8号棒针，然后我们从这个地方开始挑针，我们要挑3根棒针来挑。如果是用轮针的话，就是1根棒针挑到底就行了。然后这边线拿过来了之后，第1针不要挑针，挑第2针，从第2针整个穿过去，挑1针出来。我3根棒针，每1根棒针是10针。因为待会还要做第2次挑针，1针、2针、3针、4针、5针、6针、7针、8针、9针、10针。好，这是第1根棒针的，然后再拿第2根棒针来，继续从旁边挑针。刚刚挑这1针，我们挑这1针，从这个地方同样继续挑10针。第3根棒针也一样，要挑10针。好，我先把这边针先挑完。可以看到我们这边3根棒针，10针、10针、10针，3根加起来刚好30针，已经挑完了。然后接着轮针的话，就直接把线拉到第1针的这个短线的这个地方开始织起，同样是织的是4行下针。4行下针的话，包括我们这一行挑针的在内。好，我们放成这种样子，三角形的。记得转角地方要织的时候要拉紧一点，它就不会有断层。我们从这个地方开始织起，第1针开始织起，可以看到这边是短线的地方。好，从这边织4行下针，我们现在再织3行，因为包括1行挑针的话，就再织3行。这边也有人会织4行，也是可以的。那我觉得3行就可以了，再织3行就可以了。好，这边因为要饱满一点的人可以织到4行，就是再织4行，不包括挑针的那一行。那我觉得我再织3行，包括挑针这一行，就实实在在的4行，这样就行了。我把这剩下来的3行全部都织下针，织完了之后再来做第2次的挑针。记得织3根棒针的人，
下针的时候，针放在前面的这边下面，然后戳针，线从下往上绕，转角地方拉紧一点，这个地方就不会有断层。这边4行下针我已经织完了，可以看到1、2、3、4，包括第1行这边的是挑针的。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做第2次的挑针，同时要把针目改成一下一上来编织。好，从这边开始，第1针下针，然后我们把这一个织片从里面别色线的部分翻上来这个地方，可以看到在别色线旁边这边有一条线，这一条放上来，线绕到正面上针，线绕到背面下针，然后线再绕回正面。刚刚挑的是这一针，然后接着到旁边这一针把它挑起来，这一针，然后织上针，线绕到后面去，下针，线绕回来，这一针刚刚挑的，再退后一针，这一针可以看到这一针挑上来，织一针上针，线绕到背面下针，线绕到正面，再从旁边这一针可以看到这一针上针，线绕到背面下针，线绕回正面，然后接着到旁边这一针，我用左边的棒针挑，比较不会挡到。好，然后这边就是上针，绕到背面下针，线绕回正面。同样，我用左边挑给大家看，这边好，上针，线绕到背面下针，线绕回正面。同样，这个旁边这一针上针，然后再下针，线绕回正面，到旁边的这一针。好，可以看到这一针挑上来，上针，下针。我把这个纸拿开，这样子，因为白色的好像会我底色白色的纸会挡到。好，从这边翻上来可以看到，这边白色的线这边这一针挑上来，线绕到正面织上针，然后下针，然后线绕到正面，别色线部分翻出来，可以看到这边这一针，好，上针。好，这一行就挑完了，可以看到它就变成了20针了，5、10、15、20，这边好20针了，然后接着再挑第2根棒针的，第2根棒针同样，我们就直接过来这一边挑针，第1针下针，翻过来，可以看到这一针卡在里面的这一针，就是别色线这个地方横杠的这一针挑上来，织上针，对，先要绕到正面，然后织上针，线绕到背面下针，翻过来，可以看到这一针挑上来，要把线完全挑上来，线绕到正面上针，线绕到背面下针，线绕回正面，再翻过来，可以看到这一针了，上针，线绕到背面下针，线绕回正面。好，这一针，
然后要织的是上针，我们黄线别色线不要挑上来，上针线绕到背面，下针线绕回正面，这个旁边的这一针上针，然后再下针，我们就用这种方式把这一整行挑完。这边挑针我已经挑到最后几针了，我把这边最后几针挑完，好，线绕到背面，下针线绕回正面，这边别色线旁边这个横线白的挑上来，上针线绕到背面，下针线绕回正面。好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边旁边这边这一针上针，然后下针，我们这边还有一针，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这一针大家要注意到，这一针在旁边，因为它刚好是在交界的地方，会比较看不到，它有点像直的那个针目，我放下来给大家看，是不是看起来像直的？刚好是这边一针，好，就是黄线的这一个地方，这一针也是上针。好，我们这边挑针全部第二次挑针挑完了，挑完了之后会是这种样子，同样可以看到它已经圆的。然后我们要把这一条别色线拆掉，从这个地方结尾的地方，我们钩针钩的结尾地方拉开来，然后我们从这个地方最后一针，把整个线要整个抽出来，从这边线整个把它抽出来，抽平，平平的抽出来。这边有打结的，也把它拉开，要不然待会拉线出去的时候会卡到。然后接着我们把线拉开，从最后这根长线一直往前抽，它就会松掉了，整个刚刚我们钩的锁针绳子就松开了。松开来了之后，线在这个地方起头的地方，我们往前抽线，把它整个线抽掉。好，抽出来了之后，我给大家看，它呢挑完第二次挑完针之后就可以圆了，可以看到这边都圆了，而且这边不会有开口的位置。好，这就是跟机械不一样的地方。然后接下来我会织一小段，我们这边织一小段就是一针下针一针上针的螺纹针，这边是下针，我们就照织下针。上针照织上针，好，就这样一针下针一针上针的螺纹针，我会织一小段，然后再做圆形的收针方式，也就是同样要用缝合的，因为圆圈缝合会有比较困难一点，大家只要注意一下，它绝对会很简单了。好，我们就先把这边一针下针一针上针织一小段，然后再来缝合。这边的螺纹我已经编织了一小段了，然后接下来我要织2行，现在先织第一行，第一行就是下针织，上针不织，第一针下针织，然后线绕到正面来，第二针是上针挑过来不织，线从正面跨越了上针绕到背面，然后织下针，现在绕回正面，上针不织，现在从正面绕到背面，下针织，然后现在绕回来，上针不织，然后先绕到背面，下针织。我们这一整圈都是这种织法，织完这一整圈之后，我们再来改针。这边这一行下针织，上针不织，我已经织完了。然后接下来我们还要再织一行，
再织一行的话，就是下针不织，上针织。这一针下针我们挑过来，不要织，线绕到正面，上针织，线绕到背面，下针挑过来，线从背面绕到正面，上针织，然后接着同样下针挑过来，线从背面绕到正面，上针织。我们这一整行就是用这种方式织，织完了之后，下一行我们就来剪线缝合。这边2行，一行下针织，上针不织，一行是上针织，下针不织，我已经织完了。然后我们要把这一个整圈缝合起来。我们先预留这边的缝合线，大概留1根半的棒针就够了，从这边剪断掉。然后我们准备1根这种缝毛衣的针跟1个记号扣，然后我们把线先穿上。我们从这个地方开始，第一针我们是下针，我们从这个地方后面往前面穿针，后面往前面穿针，然后把线拉平。然后第2针这边我们是上针，我们要利用到前面这一个上针，前面这个上针是后面往前面穿针，前面往后面穿针，再看一次，后面往前面，前面往后面。好，把这2针都拿下来，然后这一针上针也拿下来，把它拉平。拉平了之后，我们看前面这边这一针上针，这一针把它挑开来，可以看到我们用记号扣在这个地方做一个记号。没有记号扣可以用别针或者是回纹针都可以。然后接着这边我们就是前面往后面穿针，后面往前面穿针。这边的时候可以看到这个是下针，我们要找前一个下针，所以前一个下针是前往后，后往前，然后把它拉平。然后接着这边上针，我们找前一个上针，后往前，前往后，这种穿针方式，然后把它拉平。然后接着这边下针，找前一个下针，就是前往后，后往前，然后拉平。然后接着这边上针，就找前一个上针，后往前，前往后，同样把它拉平，它这边就圆了。我们这边继续缝，缝到这边收尾的时候，我再告诉大家怎么做收尾的方法。这边我已经缝到最后了，我把这边最后几针缝掉。这边上针可以找前面的上针，后往前穿针，然后前往后穿针，然后把它拉平。然后接着下针，找前一个下针，前往后，后往前，然后拉平。我这个线有点短，应该还可以。好，然后接着是上针，这一针上针就找前面的这一针上针，后往前，然后前往后，然后拉平。下针找前一针的前往后，后往前，然后拉平。接着上针这边的记号的这边的这一针上针，我们找最后的这一针上针，后往前，前往后，然后把记号扣拿掉，然后把它拉平。然后下针就从这个地方穿进去，然后穿到这个缝里面，然后把线整个线比较短，还可以。好，从这边旁边穿到里面去，到这个地方。一般来讲，在这个地方打结，因为我线比较短了，我就没办法打结了。我们这边也可以打了，在这个地方用针的尾部，
好，绕一下。好，就用这种方式把针抽出来，然后这边的线的尾端的这个地方，从旁边这边再穿进去里面，这边穿进去里面，然后把它一拉进去，它就缩到里面去了，那个尾巴就可以藏起来了。可以看到我们这边起头的地方就圆了。这个地方我有多织2行，就是下针织上针不织，一行是上针织下针不织。它织出来的时候就可以看到跟起头一样，它会比较饱满。然后我们刚刚织的最后我没有织那2行的，它就比较单薄了，可以看到。这就是我们这一次的那个利用别色线做的机械编织的起针方式。